大家知唔知道皮膚手術有啲乜嘢風險同併發症啊？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我係陳尚希醫生皮膚專科，今日想同大家講下皮膚手術嘅風險同埋併發症。皮膚手術同任何手術都一樣，都會有風險同併發症嘅。皮膚科常見嘅手術就包括皮膚活組織檢查。有時病人喺皮膚上面生咗一啲痣或者一啲皮膚紅疹，喺臨床檢查唔可以100%做一個準確嘅判斷嗰陣時咧，我哋就做皮膚活組織檢查啦。皮膚專科醫生就切咗有問題嘅皮膚組織，然後就送去睇顯微鏡做化驗。呢啲手術就叫做皮膚活組織檢查啦。仲有去除病毒疣嘅手術就包括電灼刮除術。至於切除一啲生喺皮膚上面嘅腫瘤，例如啲粉瘤啊、脂肪瘤嗰啲，亦都係皮膚手術之一。根據統計，做皮膚手術所引起嘅併發症嘅機會率大概喺1到9% 之間。手術嘅併發症係可以用時間嚟去到分類。第一類就係手術即時發生嘅併發症，第二類係延遲性嘅併發症，第三類就係晚期嘅併發症。首先我哋講咗第一類就係手術嘅即時併發症。呢類併發症通常發生喺做緊手術嘅途中，或者係啱啱做完手術之後。手術嘅即時併發症嘅例子有包括出血。出血過多好多時都係由藥物引起，例如食咗啲阿司匹靈啊，或者華法林之類嘅薄血藥，或者本身病人嘅血小板數目過低，病人自己唔知。仲有一啲食物可以增加手術出血嘅風險啊，例如人參、大蒜、當歸、魚油等等。當然，如果手術途中醫生發現有流血嘅跡象，亦都可以即時進行止血。醫生可以用電灼止血法，或者用手術線嚟到紮住一啲流血嘅血管，咁樣亦都可以減低手術途中嘅出血。大家都知道，如果失血過多唔係一件好嘅事啦。理論上，如果失血過多係可以頭暈甚至乎氣促。另外，如果流血過多，亦都會增加細菌感染傷口嘅風險。另外，如果傷口入面出好多血，亦都會有脹痛同埋不適嘅感覺。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傷口都需要長一啲時間先可以埋口嘅。如果病人做完手術返屋企之後先發現傷口不停流血，咁究竟可以點做呢？第一就係盡量保持鎮定，將做手術嗰個部位盡量舉高過心臟。例如，如果做手術個位喺個手指嗰度，我哋就舉高隻手啦。如果做手術嗰個位喺個腳嗰度，咁我哋就盡量揾張凳晾高隻腳啦。跟住就用手按壓住流血嘅傷口，就大概撳20至30分鐘度。如果用咗頭先嘅方法都繼續出好多血，就要盡快睇醫生啦。除咗出血之外，其他嘅即時手術併發症亦都可以包括神經線受損。神經線嘅受損亦都可以分為感覺嘅神經線同埋運動嘅神經線。如果感覺神經線受到損害，通常病人就喺個皮膚部位感覺到好麻木，即係掂落去嘅感覺冇其他皮膚咁清晰。如果受影響嘅面積細，通常大概係1年之後，附近嘅神經線會慢慢逐步生返入去，咁樣麻木嘅感覺就會慢慢逐步改善。另外，亦都有機會病人可以對麻醉藥有不良反應。常見嘅不良反應有頭暈、頭痛、心跳快。有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病人打完麻醉藥之後係可以感覺到有啲金屬味嘅。即時嘅併發症講住咁多，嚟緊咧就講一啲遲發性嘅併發症。常見嘅遲發性併發症就包括傷口感染，呢個機會大概1%度。傷口感染通常發生咗喺做咗手術之後幾日，喺傷口位病人可以感覺到紅腫痛，甚至乎流膿嘅跡象。如果發現有傷口感染跡象，就盡快睇醫生。醫生可以處方口服抗生素嚟到控制傷口感染。另外，我哋都知道有啲因素係可以增加手術感染嘅風險，例如食煙、糖尿病、手術嘅部位血液供應不足、年紀比較大嘅長者啊，做手術所花嘅時間比較長呢啲，亦都會增加傷口感染嘅風險。另外，其他嘅併發症就係傷口裂開。傷口裂開嘅意思就係指當醫生幫病人拆完線之後，
嗰個傷口慢慢擘翻開。通常出現傷口裂開嘅情況，就係因為傷口個張力過大，亦即係傷口個皮膚好緊啊，傷口受過感染，亦都可以增加傷口裂開嘅機會。至於晚期嘅併發症，就係包括疤痕增生，亦即係疤痕咧比起正常嘅就生得更加粗大。另外就係色素沉着，亦即係傷口嘅色素變得深咗。通常皮膚顏色比較深嘅病人，有色素沉着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因為佢哋嘅色素細胞係比一般人係較為活躍。好啦，今次講關於皮膚手術嘅風險同併發症又差唔多。咁大家記住啦，併發症主要分3類。第一類就係即時性嘅併發症，第二類就係遲發性，第3類就係晚期嘅。所以大家明白，手術冇可能係100%安全，但係醫生會利用佢哋嘅知識同技術，去到將併發症發生嘅機會減到最低。千祈唔好因為擔心併發症而令到一啲真正需要做嘅手術都唔做。通常病人同我哋商討需唔需要做手術嗰陣時，醫生就係用以下嘅邏輯。如果做手術之後病人嘅得益係遠大於手術本身嘅併發症，咁計落條數，病人係應該做手術嘅。例如，如果病人係需要做一個皮膚癌嘅手術，因為如果做咗手術係病人免卻咗受到生命威脅，就算之後萬一病人出現咗併發症，例如傷口感染，咁醫生都覺得係值得嘅。好啦，今集講住咁多先。大家如果覺得今集幫到你，記住撳以下個訂閱掣，撳埋個啷啷，如果有最新影片就會通知你嘅。如果有問題都歡迎可以喺下面留言發問，我一有時間就會答大家噶啦。好啦，今次講住咁多先，下次再見，拜拜。